因为你已经死了，此人为你带来的死亡，名为同归于尽。在那一战中，你的身躯被彻底击碎，意识却侥幸逃离。此刻，你理应尽快拾回你散落各处的全能，重构身体，以免意识因缺少平一而彻底消散。那场同归于尽的死亡，恰好将其中一份全能卷入了这具尸体的残液之中，而我将为你展开拾回全能的捷径。仍保有智识的你，想必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了吧？杀了你的人就在那里。为何愣在原地？如果你是担心他再度伤害你，或是费心思考要通过什么方式拯救他，二者皆是徒劳。虽然没能找到虚数造物的源头，但我抵达了真实历史中雷耶拉苏醒后的廊丘，还发现了那2个人。在需要保存力量又缺少一名同伴的情况下，要处理源源不断的虚数造物，一定很棘手吧。但愿克拉丽和赫利亚平安无事。而现在，等待居然成了我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因为我所面对的仍是无可更改的过去。不过，过去是不是真的无可更改，在能让我尝试的时刻到来之前，谁又说得准呢？此人的心里早已埋入一颗毒种，他饱饮了不甘的泪水，积蓄着愤怒的力量，只待刺向他最大的敌人——生前的你。你名为蕾耶拉，是洛星的神明。阿杰塔博士，依照你的期望，在植入寻梦者系统时，我给予了你作为后台维护员应有的权限。感谢您的理解。一介罪人而已，就不必用敬词了。召回流转于世的7时，
协助您开发寻梦者系统，是阿杰塔做过最为值当的交易。在开发结束后，你也满足了我们各自的渴求，哪怕他们每一个都稍显贪婪。阿杰塔博士，我会尽力满足你准备提出的下一个愿望。我只想请您回答一个问题：您确定要继续吗？不会有哪一个时刻会比此刻更让我确定了。真想不到，你竟然愿意主动见我，斯拉佩姆。希娜姐姐一直希望我能和蕾耶拉姐姐亲近些，我想，这就是最后的机会了。历史是由人撰写、传唱的故事，3000余年，亦是30多个100岁老人首尾相衔便能串起的珍珠项链。今夜，你就要亲手结成这条项链了。我们身处的现在，就是构成它的最后的珍珠。我会借寻梦者系统打磨，抛光每一颗珍珠，直到这条项链在所有人手中焕发本来的光彩。直到现在，我也觉得这是我听说过的最异想天开的故事。只有最异想天开的故事，才有资格承载最不可能的可能。阿杰塔这样的天才，可以将意识储存在气涌之中，以80之姿流转于世，普通人又凭什么不可以呢？要弥平二者的差距，只需一件能同时盛放所有洛星人意识的气涌。哪怕这件气涌是洛星本身。借由寻梦者系统改造洛星，是我能想到的拯救大家的唯一办法。因为希娜姐姐播撒的毛快要显现了吗？是啊，它预示着残酷的事实。你我生活的洛星，由希纳迪亚织就的大梦，不日便要触及长久运转的极限，它将迎来避无可避的大崩坏。而后，数据之还会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唯有少数地区能在毛的庇护下幸存。可总有一天，幸运儿会发现，自己比不幸者多拥有的些许时光，只会在不得不失去时，招致更大的痛苦。而这样的未来，本不会来得如此之快。倘若因我而起的大影灾从未爆发，绝便不会诞生，更不可能在我沉睡后以余灾之姿降临，肆虐各地，急剧加速大梦机理的断裂。希纳迪亚所期许的人类自己掌握命运的可能，也就不会因为接连遭逢打击而迅速凋零。七树之中，唯有灯活了下来，但他余生都在与不遇之窗作伴。协同狼丘镇压局的欧夏也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而我最要好的朋友，自地风因海啸而沦陷后，我一度以为再无与游云相见的可能，却不曾想到，这份可能竟是被我引来的灾祸熄灭了。我要在这里宣布，游云就是我一辈子的好朋友。那就看你的表现喽，雷耶拉。何其可悲，何其可笑！一个群星寥落的时代，
便不再拥有可能了吗？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探求问题的答案了。即便是我们谈话的此刻，时间也仍在朝大崩坏爆发的未来行去。我必须阻止它，逆转它，为所有不应在错误的时间死去的人们。我不认为死亡存在正确的时间。我明白，它本就来自世上最不讲道理的怪物，一切恐惧的源泉，但欲你我的终焉。即便能活到时间的尽头，人们也必须要面对死亡，面对时间竟然存在尽头带来的恐惧。那时，他绝不会认为这就是正确的时间，但至少，他曾拥有努力让自己坦然走向死亡的可能。雷耶拉姐姐，在崭新的洛星再会吧，瑟拉佩姆。拾起你的全能，由此，你才能重获新生。残意本就欲有戛然而止之意，但我想，哪怕不完整，也足够使你洞察真相了。杀了你的人并不认同你要做的事，为了阻止你，不惜与你同归于尽。对丧失了完整身躯的你来说，适度探看残意勉强无害。若是徘徊不前，你的意识也将随时间流逝不断损耗，直至彻底消散。好了，跟随我的指引，继续拾回你的全能吧。左边是什么？是尸体的残意彼此连缀而铸成的空间。因附着了极深的怨念，才没有在他死后立刻消失。这样脆弱的空间，随时都有崩毁的可能。若你不想死，就走右边。我和他的关系，本来也和互相利用差不多。我需要一个引路人，他需要一个重构肉身，还愿意听命于他的我。我越是依赖他，他就越能从我这里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而真相，多半也是引路人想要我找到的真相吧。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在这份不牢靠的关系中取得更多回报。我才不会让他得逞。你为什么要走左边？在无关紧要的事上浪费时间，只会加速你的毁灭。对一无所有的人而言，真相说不定比性命还重要。可你提到的问题，确实也需要考虑。所以，我决定只挑重点看，比如，在这片空间中处在相当显眼的位置的砥柱。你的考试周是不是结束了？是的，如无意外，有一科的成绩指定要出意外了。我看你不是还挺热心的提醒熟识的同学，一定要背你觉得特别重要的知识点吗？
可到头来，就我自己忘了背，只能在什么都答不出的绝境下，把情况如实写在了那一问里，以求盛老师开恩。老师，据我所知，如果他真的挂科了，老盛一定会邀请他的家长喝茶哦。你这孩子怎么偏偏忘了这么重要的知识点呢？这个周末别玩了，给我打起精神准备补考。我们才刚考完，成绩都没出来呢。我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万一我能踩在及格线上？怎么上来就是尴尬瞬间？我还以为抵住一定会是什么不得了的高光时刻呢。糟糕，我突然好想吃烤串啊！可晚上聚餐的时候我吃了不少，现在不太能吃得下什么东西了。但话又说回来，今天是我加入数据研究所1周年的纪念日，自己给自己一个惊喜又有什么错呢？不过看时间，等外送员把烤串送到时，也到该睡觉的点了。而我吃完烤串还不能立刻睡觉，需要熬夜消化。可我真的好想吃啊！明天好像是周六，那我熬夜不就完全没问题了吗？这可是有效延长假期时间最好的办法。哼，决定了，我偏要吃。又是平平无奇的日常，唯一值得在意的，好像也只有我们竟然拥有相同的饮食观了，其名为绝不亏待自己。你为什么要用寻梦者作为自己的代号呀？我说了之后，斯威特小姐可不许笑我。怎么会？你可是能伴我在美食的荆棘之路上同行的暗之契约者，我完全是出于对同类的好奇，才会在这个无光之夜问出我藏了好久的问题。我还在稳太仓时，偶然听见研究人员聊到埃律西昂的神话，那群逆时光而行的天选之人，潜入一个人的梦境，再从另一个人的梦境上浮。他们依靠这样的手段回到过去，观测历史上的一切。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神话，可在心中的赞叹平息后，我感到了深深的困惑。所有人都在同一个夜晚中沉睡，可这夜萌生的梦境却绝不会重复。既然惊喜俯拾皆是，寻梦者还需要寻什么梦呢？也许他们是在寻一个最不可思议的梦，但什么才是最不可思议也很难确定，毕竟他们总会在无数个下一夜中遇见更不可思议的梦境。我想，正因为有无数个下一夜，有更不可思议的梦境等待着自己，寻梦者才需要赶在天明之前回归自己的梦。要是在他人之梦中迷失，就得不偿失了。而如何在繁星般的梦中找到只属于自己的梦，也成了每一夜里最大的挑战。走得越远，离自己的梦也越远。一段旅途的终点，不在山巅，不在海底，而在它的起点吗？是啊，虽然才离开稳太仓不到半年，但我希望我能像游云老师和陈学姐那样，不论身处何处，都能寻到自己的梦。我喜欢他选择代号的理由，不过寻到自己的梦不算具有强大驱动力的目标，更像是一抹
始终沉淀在心底的向往。是你啊，年轻人。早上好。早安，多么美妙的早晨！作为砥柱的，竟然都是与这座名为欧夏的和平城市息息相关的残役，而在这些残役中，大部分是日常，能称作高光时刻的部分少之又少。为什么偏偏是这样的残役成为了砥柱？因为残役的主人相信自己在欧夏的生活，就是他所有记忆中最为坚实的存在，也是寻梦者想要再出发时必须寻到的起点。如果是幸运让我的意识从死亡之火中逃脱，那使这片记忆空间坚持到现在的，只会是凶手小姐的信念。她一定有不能在火中失去的记忆，所以她在死亡迫近的瞬间完成了她生命中最后的布局，这片由日常撑起的记忆空间。而我现在看到的，就是他的回答。在死前的最后一瞬，他又给出了怎样的回答？果然，比起不明不白的活着，我宁愿清醒的死去。无论如何，对凶手小姐来说，有没有人能在这片空间崩塌前赶来，是最大的问题。来到这片空间后，那个人也未必能猜到他的想法，找到他拼命守护的记忆。还好我没着急走，也算得上聪明。每一段旅途总是始于推开家门，想要守护的记忆，当然也是放在家最稳妥。凶手小姐守护的，竟然是他人的记忆。试着想象一盆摆在书桌上的绿植吧，倘若稍加打理就能让它长得合乎心意，自是最好。但如果它在某一天枯死，也并不会为我带来什么苦恼。你就是这样的存在，考虑到我已经付出了些许精力，所以我仍会提醒你，带走非己之物，意味着你要负担整个记忆空间，它包含连同凶手在内100余人的记忆，而你没有任何理由这么做。如果我有呢？你在说什么？很难理解吗？也是，毕竟你从一开始就为我预设了形象嘛。
一无所有的我应是惶惑的，只能通过被动接受指引来获取安全感。可你没有想过，哪怕遗忘了我是谁的答案，我也十分清楚，自己绝对不想成为哪一种人。生前的我想要为他人争取坦然走向死亡的可能，凶手小姐也在预期的死亡来临时，展现出了哪怕死去也要守护他人记忆的气魄。这份触动，就是我的理由。现在的你无法负担这样庞大的记忆，一旦你强行，你竟敢！大家的记忆真的好重啊！他和我之间多半存在着一条特别通道，通过特别通道，他能够直接在我的脑袋里说话。可出于某种理由，他十分克制地使用它。首先可以排除不能，毕竟他已经做到这么多事了。那么剩下的可能只会是不想。他不想让我因通道的放开而获得权限，甚至借此对他做出什么。这也正是我可以利用的一点。我知道我坚持不了多久，所以我们可以试着给彼此最后一次坦诚相待的机会。说，请你略去不必要的指引，为我再度展开能拾起全能的捷径吧。我想这会是唯一能延缓我意识消亡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会不带任何抗拒地接触你想让我了解的真相。如果我最终理解了你，你也能因此收获一位伙伴。而如果我没能和你达成共识，将捷径改造成刑场，对你而言也不困难。哼，似乎是呢。因为我还没有触及真相的核心，也因为他绝对比他说出来的要更在乎我理解他后能够为他带来的回报。先斩后奏，再顺势示弱，能够让他把我的不配合看作叛逆，而非对抗。等着吧，在平衡被破坏的瞬间，我一定会逼你从幕后走向台前。既然你已知晓凶手的起点，我便让下一份全能揭示你从何处而来吧。你的罪孽正始于少时。你不能待在那里！因为神明离去了，所以你们也开始肆无忌惮了吗？来吧，为地风殉死，本来就是
我今天要做的事，直到现在，你依然在保护我吗？西纳迪亚，对不起，我又让你担心了。你要去哪里？你是想带我去安全的地方吗？可因海啸陷落的地方，还有什么地方算安全呢？由于居姐、罗土、堂堂，还有更多的人，他们都消失在了裂隙的另一头。而西纳迪亚也为了保全文明，以身作锚，融入了洛星。如果我能更早一点察觉到游云的困境，如果我能做出更加明智的决断，事情一定不会变成这样。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呢？孕育了我和我的同类，诞生于中烟之间，却又恐惧着中烟。影就是这样矛盾的存在，而我不仅恐惧着中烟，还深深恐惧着作为影的自己。自涌现出意识的那一刻起，我就渴望一种能将我彻底毁灭的力量，借由它，我才能踏入自身的中烟，终结中烟对我的折磨。这份以恐惧为名的渴望，在亿万年的时光里不断膨大，最终使我成为了拉卡达人在洛星遭逢的灾难之一——伤。作为名字，它没有被赋予任何期待，只是拉卡达人对混沌之物的冰冷判词。他们相信，只要赋予混沌之物名字，它就会失去挟据人心的力量。所以，当一位身着重型防护服的人类游入我的躯体时，我模仿他们的声音，坦诚了同样的愿望：请你毁灭伤。然而，他放下了武器，那能将我彻底毁灭的力量，也在他的手中隐去了。他竭尽全力，将我剥离出早已被恐惧腐化的躯体，解放了我的意识，也给予了我生命中第一个拥抱。它太过温暖，以至于让我再度产生了恐惧。它在我的躯体里待了太久，再晚几秒离开，我就会将它完全消化。而为了救我，它早已遍体鳞伤。我害怕我的拥抱会熄灭它的体温，于是，在它醒来前，我藏进了它的影子。往后的时光里，我一次都没有出现在他的面前，或是守望他的背影，或是偷偷做着自己正在和拉卡达人一起生活的美梦。在最初之梦里，伤是无害的，是不会被恐惧的，也是能拥抱他最喜欢的人。
尽情释放快乐与善意的。可惜，梦总会结束。在现实中，我回忆希纳迪亚的第一个拥抱，将她带入了中焉之茧同域的空间，使她不得不承受长达10个落星年的失恋。你不害怕吗？现在想想，我愿意与希纳迪亚同行的理由，似乎就源自这样的困惑，也源自我从未向希纳迪亚说出口的小小的期待。总有一天，我希望像你一样勇敢。这就是你带我来这里的原因吗？你想让我重拾期待，就在这里，就在伤摆脱中焉的桎梏，重获新生的起点，以蕾耶拉的身份再一次出发，哪怕这一次只有我自己。不只是这一次，在希纳迪亚到来之前，我所拥有的本来也只有我自己。现在的末日景象，更是我最为熟悉的落星最初的模样，而我明明比任何人都熟悉，也比任何人都适应。这种事，我怎么现在才意识到啊？既然因地风陷落带来的缺口，最终会随时间蔓延至整个落星，那只要想办法堵上它就好了。哪怕一颗星星将因之坠落。我明白了，蕾耶拉姐姐，对不起，第一次正式见面就向你提出了这样任性的要求。还有，谢谢你愿意回应我，斯拉佩姆。就算有我的配合，用星星填补大地，也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它意味着你会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和纳赫拉阿姨、利托斯特叔叔在一起。今早，我已经向他们告别了，虽然是以考察为借口。而告别，也因为星之环救了我，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你不害怕吗？我没空害怕了呀，还有很多很多的事等着蕾耶拉去做呢。用最初的落位修补地风只是第一步，之后我或许真的要开始一次覆盖整个落星的考察。地风之所以如此安宁，全都是因为希纳迪亚背负了所有的影子。在他离去后，失去神明之约的影子一定会卷土重来，祸乱人间。而不久前，他们才盯上了我。可希娜姐姐说过，这是一时的。只要给人类足够的时间，影子一定会变成火与电这样的工具。游云一直认为人类可以靠自己解决问题，我也曾将自力更生看作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可现状已经和那时不一样了，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世界仍会因希纳迪亚的现身得以在海中苟存，而人类却有可能因为影陷入百无一存的绝境。就像拉卡达人最初遭遇的那样，我想代替希纳迪亚守护人类。不，我必须，一定要这样做。我绝不能让地风的惨剧再次发生。没错，世间所有的影，只能由影征服。
既然自己可以做到，他人便不必去做。可成为人类的守护者，恐怕比用星星填补大地还要辛苦谦卑。你知道蕾耶拉最大的不幸是什么吗？不是追随的神明离去，最好的朋友失踪，当然也不是热爱的家园陷落，是他被可能性的幻觉炫惑，又幸运的在第一次尝试中取得了成功。无论今后失败多少次，他都会用第一次的成功为自己开解，让自己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可能性一旦在心里扎了根，就再也拔不掉了。因它的存在无法被证伪，它的生长只需要一点点想象。在时间的沃土中，它终将结出无可救药的信仰。我有可能拯救所有人，我有可能逆转一切，我有可能做到连希纳迪亚也做不到的事。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有时都宽于天地，更遑论光与影。至少在我的指引下，你还有机会消解因你而起的悲剧。但首先，你需要割舍与希纳迪亚无关的杂念。杂念？拯救需要付出代价。若要人生，则必有人死。蕾耶拉太贪婪了。他自始至终都在追寻无数可能中一定包含的无缺的拯救，也深信只要自己足够努力，这份可能一定会显现。可结果你也看见了，在这条路的尽头，他从神明沦为了罪人。所以，你认为能够拯救洛星的只有希娜？而复活希娜需要付出的代价，和她复活能够带来的回报一比，完全不值一提。至于我，是你能够帮助希娜复活的关键。你可以如此理解。我原本以为，哪怕不能达成共识，最后一次坦诚相待，也应该能让我对你的印象稍微变好一点点。但我错了。没礼貌，简直算你身上最好的品质。在你眼里，生死的界限可以随性偏移，代价的重量可以重新恒定，甚至连拯救的定义也可以尽情模糊。可我不理解，你到底凭什么替希娜决定命运，还以凌驾众生的姿态审视洛星人？又凭什么认为你能接受的代价，就是洛星人能够接受的代价？等等，如果你也陷入了你指摘蕾耶拉的某种幻觉，我就能够理解了。你其实不在乎行为的正当性，也无所谓他能否拯救洛星，他就是你恣意妄为的借口，仅此而已。因为你在追逐幻觉的过程中，早已得到了无尽的安全感，还摆脱了失主的困境。你着迷于幻觉带来的感受，和它明亮而美好的光晕。谁叫这份幻觉恰好和希纳迪亚拥有同样的名字呢？我说的对吗？胆小鬼。看来你已做好了尚未枯死也可以被砸碎的准备。你要杀了我吗？一场近乎毁灭的改造岂不更好？毕竟我的确为你投入了不少精力。我向你保证，待改造完成后，从你已背负的到你会拥有的，都将焕然一新。这里就是改造的刑场。我已背负的是凶手小姐连同那100余人在内的记忆，我会拥有的是郁于全能之中的
雷耶拉的记忆。而随着时间流逝，引路人对这些记忆的改造程度也会不断加深。要想保全他们，我必须尽快拾起能帮我重构躯体的全能。总之，先试着集中攻击法阵的一点吧，就算无法打出缺口，也能借此感知法阵的强度。好硬！怎么突然变脆了？攻击这么快就起效了吗？奇怪，这里似乎变得比一开始还要坚硬。难道法阵其实由某种不断变化的东西构成？所以击打同一处时，我才会感受到不同的强度。如果它的弱点在不断变化，我也必须要纵观全局，才能精准攻击。试试吧，虽然会加速损耗本就不多的力量，但如果不在成功几率高的时刻放手一搏，再往后也没机会了。隐约能看到一些了。果然是这样，抓紧时间集中攻击法阵的弱点吧。久等了，雷耶拉。总觉得还是叫你小雷耶拉更亲切呢。虽然只看外表，我比你小多了。引路人那家伙说，雷耶拉是从一个错误的雨夜走到了今天。虽然对这件事还没有什么实感，但我知道，道路可以不断延伸，雨和眼泪也总有落尽的时候。来自过去的力量，不该因错误自绝于过去。他还可以选择救赎自己，成为现在的力量，直到改变未来。你竟敢强取全能！我敢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呢，你想见识一下吗？既然你执意与我对抗，那么我也不会再手下留情了。很好，为了强行改造我，他正在一点点开放那条特别通道，只要我能坚持。你们不能干涉千载难逢的机会！小心应对吧。假身的力量源自凶手小姐的伙伴吗？拜托大家了。时间到了，爆炸！小心了！跑得够快！轮到我了，击打人！上路吧！这怪物不是引路人的造物，而他令引路人很苦恼，不是很痛苦。
也许它代表的力量在掌控引路人。哼，站得太高了，护从引众，其送我明。给我退下！过来，跪下，到此为止。想去哪儿？给我退下！现在的身躯还是无法长时间作战，到此为止。但我必须坚持下去。该结束了，想好遗言了吗？太迟了。到极限了，不过也足够我创造平衡破碎的时刻了。我说过，我一定会逼你从幕后走向台前。拿到了捷径的权限，趁现在，一口气回收这条路上的所有权能，重构身躯吧。我必须赶在失控的造物恢复之前完成这件事，否则迎接我的就是第二次死亡。所有捷径整合在一处，原来是这样的吗？好压抑的一条路。前面的影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去看看吧。是影怪的尸体。我追得上。这只影怪拼命逃跑，却还是被人杀死了。那个人，难道是？的确，只有你正好。如果你能提前想象此刻的痛，也就不会迎来这样的结局了。他们都是被同一个人杀死的。很遗憾，你没机会了。影怪的尸体越来越多了。不用浪费时间了，来吧。这不可能！你也会说话？吃的多了就会……明明只靠吸收恐惧便可以存活，却偏要为了榨取更多恐惧残害人类。我迄今为止遇见的所有影都是这样，为什么？恐惧是影的食物，能生产恐惧的人，自然也是影的食物。影只需要考虑影的心情，人不重要。同类，你可以镇压影，
但你无法阻止人产生恐惧。只要恐惧累积到一定程度，影仍会肆虐。到那时，你将死无葬身之地。雷耶拉选择的守护之路，遍布影的诅咒。如果没有什么完全消解的办法，岂不是说他无时无刻不在对抗自己镇压的影？雷耶拉还是走了下去，横亘在我和他之间的，正是他走出的尸河。想要重构身躯，就意味着我也需要越过这条河。找回自己的名字，带着大家的记忆脱困，还有找到那个讨厌的引路人。仔细想想，我也有很多很多的事要做，所以我绝不能止步于此。我一定会追上你。休想拦住我！六神不散，有无宁日。幻境，痴梦，才是来一寸清醒。凡善事绝不止息，直到死亡将你带回来处。姐姐，这么睡觉会着凉的哦。是你啊，谢谢关心。不过，我习惯了。可不能什么事都乱习惯呀，等长大了之后就很难改了。哦，姐姐本来也是大人，所以才累积了这么多坏习惯吗？总是一个人待着，吃饭特别糊弄，睡觉不好好睡，还经常在夜里去危险的地方。你妈妈一定会很担心的。你说的对，我不能让她担心。所以
姐姐要不要参加今晚的特别聚餐？之前每次喊你来村子里逛逛，你都没有来。其实来了，只是大家都睡了而已。我会来的，因为明天我就要走了。啊，怎么这样？所以今晚我们才更要敞开肚子吃饭，这样才不会留下遗憾，对吧？跟我来。这好像不是去村子的路。因为我们决定就在这座废墟里聚餐。哇，大家这么快就张罗起来了，真厉害！走，我带你见见大家。你好。你果然和传闻中一样可爱呢。传闻？首先是害羞，不擅长做第一个打招呼的人，可自己不打招呼很不礼貌的想法实在太过强烈，而他最终战胜了害羞，让你主动和我打了招呼。对，我和姐姐初次见面就是这样的，她当时都转身走了几步，结果又倒回来摸了摸我的头，还把我送到了家门口。瞧你脸红的。好了，不逗你了，好好享受今天的聚餐吧。嘿，今天的主角来了。我就说这次一定能把你喊来，这下也不枉我们特意把聚餐要用的东西全搬过来了。不好意思，真是太麻烦各位了。你帮我们村解决那个大影怪就不麻烦了。我们知道你不喜欢人太多的地方，所以这次聚餐呐，只有咱们7个。村长应该也快到了。我们不是约定好了，那天见到我的事情要保密吗？可我妈妈说，如果有人帮了我，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人家。虽然我很喜欢姐姐，但妈妈的话才是第一位的。你说的没错。为了感谢你的帮助，幸运姐委托奶奶给你编了我，她驱虫避疫，必会镇邪，总之是个好东西。是奶奶委托你给姐姐编了幸运结吧？谢谢，我很需要这个。这个形状是四叶草。村子里每一个人都有一枚四叶草幸运结，奶奶说它跟我们村子的起源有密切关系，还对影怪有奇效啊。你看，它这不就招来了你吗？谢谢，我会好好珍惜它。哦，奶奶来了，这边。我们村的饭菜合你口味吗？很好吃。还有什么想吃没吃到的，都可以和我们说。我想吃的都在桌上了。哎，有没有哪道菜是你最喜欢的？我都很喜欢，真要说最喜欢的，其实是这颗糖。它尝起来很像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那种。好耶，这是我给的。传说呀，有一群能够逆时光而行的天选之人。村长奶奶，这个听过了，我要听新的。如果我说寻梦者的神话，还有另一种解读方式呢？真的假的？你先听我讲嘛。
按神话中的描述，我们理应能够在所有时代找到这群寻梦者的踪迹。可要我说呀，搞不好寻梦者就是一个活了太久，又在每个时代都做了许多好事的人呐。这个人自己隐去了性命，是最初受恩的人想要找到一个可以感谢的对象，才为这个人创作了神话。在代代传颂、不断修饰删改的过程中，人们保留了最易取信的版本，也渐渐遗忘了那个人本来的模样。照奶奶说的，洛星有不少含混不清的神话，都可以一并归入寻梦者的神话了。比如，为了使人类摆脱影怪的围杀，有人曾施展了某种力量，使地上的大树不断生长，而这棵大树最终托举起了名为瑞木的城市。好像玩连点成线的游戏啊！再说点，我想听。年轻人，你刚刚怎么一直不说话？是对寻梦者的神话不感兴趣吗？我很感兴趣，只是太沉浸于您说的神话了。几十年前，在我还是个和你一般年轻的少女时，我所在的地区曾经爆发过惨烈的战争。我幸运地活到了战争之后，却也和其他幸存者一样，不幸地遭遇了战争的余灾，饥荒、疫病，甚至还有因恐惧而生四处猎杀人类的隐怪。我拼命奔逃，又不知往何处而去，最终因体力不支倒在了地上。半梦半醒间，一个少女将我从隐怪的口中救下，给予了我需要的一切，还在离去前教会了我一定能够化解恐惧的方法。凭借她教授的方法，越来越多的人压制了恐惧，专注于解决更加现实的危机。这座村子也是离开故乡后，和同我一路的人们一起建造的避难所。我想，我一定遇见了寻梦者，他来自我彼时的最后一梦，而我也始终相信，如果我活得足够长，一定能与他更为漫长的生命再次重逢。所以，你想留下来吗？你已经如此疲惫，却还是要勉强自己吗？这条路走得越远，我越明白它没有尽头。可路上遇见的人，却又总是让我觉得自己还能再坚持下去。因为昙花一现的美，和沉醉其中的人，都是可爱的。而小时候，身边的大人同样喜欢用可爱来逗我。但我也长大了。
临别之前，请告诉我你的名字吧。这是小安的愿望。小安，原来他的名字是小安。我想，因为不打算在一处久留，所以你才从来没有主动问过他的名字，也不曾向任何人提起自己的名字。但这一次，我们想知道。我叫蕾耶拉。是很好听的名字呢。这是我心里第二好听的名字。那么，你呢，年轻人？你的名字是什么？你从何处而来，又要往何处而去？那么，你呢，年轻人？你的名字是什么？你从何处而来，又要往何处而去？奶奶，对于这3个问题，我想先从最后一个开始回答。如今的我与蕾耶拉面临的问题不同，所以我不会追随蕾耶拉的脚步而去。新问题当然要用新方法解决。在他行走的岁月里，一定曾帮助许多人踏上了这条路，譬如您和您的同伴。只是他走得太远，又始终凝视着前方，才没能注意到他身后早已结伴同行的人们，还认为自己非要继续走下去才行。我要踏上的路名为见证，它是守护之路分出的小径。奶奶和我刚好处于这条小径与主路的分岔口，尽管我离真正踏上小径还有一段距离要走，但我会去的，一定会去的。因为小径允许荆棘生长，允许伤痛，也允许好奇心旺盛的人们从别的路跃入。它甚至允许自身在任何时候与世上任何一条路相会。也因为见证就是守护的尽头。而当我们回头看向我与蕾耶拉各自的来处时，会发现我们的来处拥有同一个名字，一无所有。我来自一座逼仄的稳台舱，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舱外驻足，观察我，分析我，评价我，说着我完全听不懂的专业名词，聊着发生在与我无关的世界的事。我知道他们在帮助我，但我这样的人到底有什么值得帮助呢？因迷茫而生的恐惧日渐累积，让那时的我根本分不清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了。如果活着，我理应有丰沛而温暖的情感；如果死了，我又为何独独拥有恐惧？
雷耶拉则来自一团混沌，诞生的伊始，他就困在了恐惧之中。他想要死去，却又无力死去，只能在日复一日的煎熬中，等待着不可能到来的终结。而幸运的是，我们最终都看见了光。光告诉我，生命本就从一无所有中来，也终将回归一无所有的状态。这漫漫长路，又岂能只被恐惧填满？我愿意相信一无所有是无所不有的起点，也能坦然接受无所不有，要在某天以一无所有作结。有人将它看作命运，可我更想叫它选择。正如即将踏上见证之路的此刻，我仍可以在失去了一切之后，再度选择我的名字，选择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找不到任何一个比从前的名字更让我喜欢的名字，那不如就带着它继续寻梦之旅吧。这就是我选择的新名字，我想它会引领我踏上见证之路。年轻人，你要走了吗？不，我要出发了。你也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呢。来吧，接续我们之前的战斗。雀姐罩你，不怕。星雀姐姐小心，就差您了。不过这一次，我会速战速决。别不要嘛！拿好了，定制的，奇影邪气，捧个场呗！拜托拜托，万般光华，可别错过哦！捉影听唤，此乃机缘，别不要嘛！捉影听唤，奇影邪气，捧个场呗！嘿嘿，就差您了！搭把手嘛！玉影唤形，时光一刹，嘣！不过如此。你看，寻梦者没有辜负自己，也绝不会辜负朋友为他创造的机会。引路人，亦或现在的雷耶拉就在附近。这一次，该藏起来的人是你。
他这是……因为自身陷入困境，他才不得已放弃了对我的改造吗？如果无视一切阻碍破坏核心，失去宿主的蛀虫恐怕会在系统中横冲直撞，最终导致更加混乱的局面。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深入核心内部，他的心象空间，精准破坏这股力量对他的控制。而这也意味，在解放洛星之前，我必须先解放他。为了昙花一现的美和沉醉其中的人，为了他心中可爱的存在，他终是回到了瑞木。待他突破围杀，抵达他与希纳迪亚当年栽下的树前，他的同类俨然膨胀到了足可拦腰斩断瑞木的程度。倘若他死在这一战中，倒也不算坏事。只可惜他没死，还成功斩下了同类的头颅。在头颅消散的瞬间，他就地陷入了深眠。这一睡就是整整15个洛星年。因他长时处于一处，瑞木陷入了永夜。当他醒来时，瑞木也因永夜之城的盛名，变为了他全然陌生的模样。这里游人络绎，行商往来，甚至拥有极其龟尾的人造奇观。那是瑞木人依照他行囊中的设计图，为他打造的居所。可性格决定命运。哪怕他察觉这座为他而筑起的居所，正是他亲手熄灭生命，留在洛星的最后一缕光芒的明证，他也没有选择离开。因为性格决定命运，因为可能性的光环使他又陷入了幻觉。为何我偏偏在这个时候想起了蕾叶拉的事？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呢。没有人也好，我行动起来还能少些顾虑。注视他的力量似乎就在附近。抓住你了！蕾叶拉和希娜，小蕾叶拉，来，你也来和大家打个招呼。我？不，我不行的，多难为情啊！有这么多花间，其中藏着多少美好的愿望呢？小蕾叶拉，我们努力让大家愿望成真，好不好？让大家一直这么开心。来年也让大家心想事成。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头发和饰品也熠熠生辉，整个人在日光下无比耀眼。就是这样的神明，赐予洛星永恒的活力与期待。他的人民将象征好运的花木扎上肩，在欢乐的日子里送上。每个人都信赖的，仰慕的，愿意追随他到任何地方。我也是，为了再靠近他一点点，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哪怕我根本不擅长。我会努力。无论是我拾起的全能中包含的记忆，还是我在回溯梦中梦见的一切，
都证明了希娜的确在地风陷落后融入了洛星，迎来了她的第一次死亡。所以，出现在这片星象空间的希娜，只会是虚假的想象。当务之急是尽快揪出隐藏在想象之中的蛀虫，终止大清洗。而蛀虫或许保有一定程度的致实，才会藏在一个自认为绝对不可能被制服的地方。这也是现在的蕾耶拉被注视得如此之深的缘故。哼，挑这种地方钻，是以为我也奈何不了你们吗？很可惜，这招对我没用。你想做什么？这不是很明显吗？既然做了这种事，就该接受相应的代价。抱歉，索拉，搭把手。没关系，灯姐姐，我来吧。时间到了，爆！假扮神明。在丰收的节日里，我们需要一个人作为代表，乘着小船，收下瑞木人送给来年的心愿和祝福。为了选出这个人，往年瑞木都会进行一次全程投票，但您醒了，那今年就完全没必要做这件事了。这不好吧？虽然没必要，但考虑到您谦逊的美好品格，大家还是赶在这天之前完成了投票。不瞒您说，您的票数实在太集中，都打破记录了。我明白大家的心意，请让我稍微准备一下。我也为希纳迪亚当过小小代理人，在他不在时，替地风的大家解决问题。是啊，我只要像以前那样做就好了。踏上小船的一瞬，害羞与紧张就消失了。他得体地回应着瑞木人的心愿与祝福，让每一张花笺都落进自己手里，还精准地控制航行速度，让所有想要追随小船的人们都能轻松跟上。即便希纳迪亚不在身边，他也可以走到人前。这里也被注视了。毕竟，影子就是充满想象、创造奇迹的力量呀。我不明白。你说是螃蟹，我说是小鸟。每个人怀揣着自己的想法或者愿望看向影子，就能让它浮现出不同模样。你看，影子的确能够以心所愿变化万物，很奇妙吧？但它迸发的力量，也会摧毁任何想象和奇迹。所以，这取决于你。难道你在害怕吗，我的蕾耶拉？我没有。是吗？你知道吗，蕾耶拉？其实，光也是影子的一部分啊。光？如果没有光，影子就不会存在。光与影相辅相成，就好像每一次蕾耶拉运用影的力量，都会有我在身旁支持你。有希纳迪亚在，支持我。还真是无孔不入。你给我住手！希
现在的你，不配说这句话。你们也该闹够了吧？没关系，灯姐姐，我来吧。逃跑环节到自己人。我应该离开瑞姆，继续从前的生活。可经由深眠，影的反噬减轻了许多。在解除瑞木的影灾后，卢娜的其余同类也彻底隐去了声息。在听闻瑞木陷入永夜后，利托斯特和纳赫拉就赶到了我的身边，照顾着深眠的我。继续让他们为了找我而奔波，我实在过意不去。至于我自己，也在融入人类的过程中重拾了心灵的平静。虽然偶尔会出些岔子，但几乎都被我妥善地解决了。如果我离开瑞木，瑞木就会失去永夜，因永夜而兴起的经济也会大受打击。是啊，虽然应该离开，但我不能，也不想。如果说地峰是希纳迪亚庇佑的城市，那瑞木就是蕾耶拉亲手托举的城市了。我有责任守护它，守护身处其中的人们。只要足够努力，我有可能让瑞木成为一座繁荣而安宁的城市，哪怕没有希纳迪亚在我身边。怀抱着希望，他结束了漫长的孤旅。在遍历落星的岁月里，他创造了足够多的传说。这些凌乱而繁杂的记录，最终将他推向了难可想象的高度。瑞木人为这样的存在，找到了一个恰切的新名词：神明。最后的蛀虫藏得很深。你竟敢对希纳迪亚做出这样的事！你背叛了希纳迪亚的爱，你毁弃了蕾耶拉的承诺，你万死犹庆！影冠，你岂能接受他的离去？
神明竟成了救世最后的阻碍，你难道不为此羞愧吗？你要使所有人铭记他的名。和你不同，我已经成人了。小怒，在终止大清洗前，我绝不会停手。这全都是他的想象吗？啊，你是哪里来的小家伙呀？软软的，暖暖的，还有一股好闻的味道。要不要跟我一起回营地？我想，大家一定会很喜欢你。你说我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死去？我的小蕾拉，这只是一场噩梦。我不会离开你，更不会离开洛星人。我可是大家的神明呀！其实，间歇性恐高都是逗你玩的啦。能住进这样的居所里，谁会不喜欢？谁又不开心呢？更何况这座神之居所，还是大家为我而修建的。不知不觉间，我的小蕾耶拉已经长这么大了呀，能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见证你的成长。作为神明，我真的很幸福。你休想剥夺希纳迪亚的光芒！他已经没办法沟通了。既然如此，我不介意用暴力解决问题。轮到我了！歪打正着！哈！没劲儿啊，躲不掉的啦！鱼都显形，冲呀！该结束了，时间到了。抱歉，索拉，搭把手。没关系，灯姐姐，我来吧。逃跑环节到此。发动远征，逃跑环节到此结束。就此散去吧，老鼠！该散去的是你的幻觉。希纳迪亚永远都不会离开蕾耶拉。尽管来吧，无论多少次，我都会击败你。为了毁灭你，我愿付出一切。轮到我了，祈祷，向我低头吧，给我退！开宴在鸿运当头！干嘛呀？呼！呀哈哈，会有点痛啊！您要撞大运喽！趁着兴头，整个大活儿，嘿嘿，妙哉！到此为止，时间到了。抱歉，索拉，搭把手。没关系，灯姐姐，就让这道光我来吧。烧尽一切。
逃跑环节到此结束。上路！小心！上路！轮到我了，起等吧！该的，想好遗言了吗？太迟了！轮到我了，到此为止。歪打正着。哎呀哈哈呀！躲不掉的啦！逆影凤照，走你！我的耐心也是有极限的。这就是蛀虫藏身的最后一份想象了。我的小蕾耶拉今天来真早，我还以为你会再来会床呢。虽然明天也能和希娜迪亚一起看日出，可今天的日出同样不能错过。我猜你会这样说，对吗？对不起，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明白了，希娜，你如果太阳不落下，人们就看不见新一天的日出了。但我相信，我的蕾耶拉一定会替我去看的。我会的。晚安，希娜。大清洗该结束了。哪怕是想象中的希娜，也比你勇敢。希娜，迪亚，不可以，你不能离开我，你必须死！你还是不死心吗？你总有些事不必容忍，总有些事无需原谅。那被你愚弄的世界，在迷茫中度过了数亿年的希娜，因清晰这残杀而失去了数据躯壳的人们。你如今承受的痛苦，不及你为他人带去的1/1000。我说过，总有一天，必有一天，我会让这痛烧向一个始终在逃避痛苦的人。请你做好准备。
告诉我，你到底是谁？是啊，是啊，你好不容易来到了我的面前，又成功阻止了大清洗，却不知道自己战胜的魔王究竟是谁。这怎么能行呢？我只希望你所渴求的真相，不会让你在品尝到胜利的喜悦后，旋即坠入深渊。不要说废话，略作铺垫罢了。让我想想，该从哪里继续呢？啊，就从蕾耶拉被一切向好的幻觉蛊惑，最终决定留在瑞木开始吧。若是将绝望的诸般面貌依次排开，究竟哪一种会在一瞬之间创造最多的恐惧？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为了彻底摧毁蕾耶拉，羿用了很久的时间。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腐蚀他的意识，为他带去痛楚，却又在他尝试压制时转瞬隐去。待他察觉之前所有平静只是回光返照时，已经来不及了。自控力的支离，始于一场遗失了星之环的意外。在此期间，他仍觉得自己有可能病愈，而他找到的药就是希纳迪亚。倘若他能不带一丝迷惘的做着希纳迪亚离去只是虚惊一场的痴梦，利托斯特的死又怎会动摇他？你还真是……真是一针见血，不是吗？可他因软弱酿出的祸还远不止大隐灾。真要说起来，连你先前的死都和他有关呢。那不是你做的。我原以为跳关会使你的成长低于预期，可没想到你竟然在最初的善趣里产生了惊人的成长。那具数据躯壳反而成了你的限制。在不断接近我的过程中，你经受了一次次捶打，这使你的数据躯壳变得越来越脆弱，最终彻底毁于真实历史投射在善躯之中的力量。由此，你解放了自己的灵魂，否则你仍会因数据躯壳的存在，在死后被系统规则强行带回现实与梦的狭间。所以，我才有机会以那样矛盾的状态重构身躯，再一次找回我的名字。我本以为那是个让你理解我的好机会，谁知道你还是这么叛逆，竟然钻了连结的空子。没能让你成为希纳迪亚的平一，真是太可惜了。你也看出来了吧？为了讨喜回收希纳迪亚的光芒，我早就到极限了。不然，我又为什么直到现在都在尝试让你理解我，继续我未尽的事？只要希纳迪亚还在，寻梦者系统还在，哪怕暂时缺少了如你一般合适的平一，事情都仍有逆转的余地。可你偏偏要选择一条绝不可能走通的路，哪怕我和你诞生于寻梦者系统启动的瞬间，诞生于大崩坏爆发的瞬间，也诞生于那股毁灭性的力量杀死蕾耶拉的瞬间。你所抹去的，不断注视我的虚数造物，正是彼时那场大崩坏的劫疑。当文明发展到中烟所不容的境地，它就会下场，哪怕文明已投入海的怀抱。很遗憾，那时的蕾耶拉并不知道这件事，她只是满怀期待地步入了意料之外的死亡。同想要接近我而不断追寻真实历史，却被其投射的力量杀死的你一样。在大崩坏爆发的瞬间，无数想法闪过蕾耶拉的脑海，
而他们交融出的光焰，使他做出了放弃防御的决定。他要顺着大崩坏的流逝解离身躯，以混沌的状态填充整颗落星，最大程度抵消大崩坏对落星的冲击。这光焰正是你的起点。自诞生的瞬间，你就开始焚烧蕾耶拉的身躯。在这焚身烈火中，唯有我无可摇撼，因为我是他所有尚未澄清的思绪，是他在目睹失败后仍想用寻梦者系统做些什么的执念。寻梦者系统确实成功启动了，但也因大崩坏濒临毁灭。是我强行接入寻梦者系统的核心，稳定了蕾耶拉造就的混沌，并借此让落星的时间停了下来，弥补系统因大崩坏缺失的机能。至于行将消散的你，按照蕾耶拉原本的计划，我将你设定为寻梦者，你也因此得到了能够容纳意识的数据躯壳，在混沌中等待着系统的重启。而此后的10亿年，我把散落混沌各处的善躯一一串起，又拾回了希纳迪亚全部的光，将其置入地封。这就是寻梦者系统的演算目标发生过更迭的原因。因亲眼目睹了蕾耶拉的失败，你才彻底否定了他拯救洛星的目标，退而求其次，选择了换回希纳迪亚。在你看来，相信希纳迪亚远比相信自己更保险。你怎么了？对于你真正的起点，你没什么想说的吗？说什么？难道要我说，我居然有那样一段罪恶不堪、令人羞愧、悔恨，甚至应当立刻自绝于此的起点吗？在我第一次遇见你之后，地球伙伴就为我分享了一些经验，我也因此早早有了自己的预期。我知道你原本准备用什么来质疑我、讥讽我，所以我现在就可以把我的回答告诉你，以免你继续对我的精神崩溃抱有不必要的期待。蕾耶拉确实犯过错，但她的存在不是错误，她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事实不需要被原谅，但事实必须被接受。我绝不会逃避蕾耶拉的过往，否定可能性对人类的意义。前者不是累赘，后者也不是毒药。他的问题更不是你所说的相信可能性，而是只相信一种可能性。这同样在于他把自己的可能性压在了所有人身上。评价的头头是道，难道你要说你不是蕾耶拉吗？我不只是蕾耶拉，不只是你的对立面，我还是由我自己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堆起来的山。这山不高，或许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它写着我的名字。你接下来要做什么？我需要完整的影全能，希望你能把我重构身躯时遗漏的部分主动交给我。我做不到，我只能调用有限的全能，哪怕身为最高权限管理员。因为你没有接纳蕾耶拉的过往。如果能够接纳，我就不是执念了。果然，这才是你在11年间极少现身的原因。恐怕你每一次打破调用全能的限度，都会付出一些代价，比如遭受虚数造物的注视。你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因为我确信，你这不开的壶里一定藏了别的办法。如果暂时没有，我会不计代价地尝试更多办法，直到我能够从你这里取得完整的全能为止。
这些方法之中，也包括征服。你还真是变了许多。我时间不多。诚然，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取得全能，我个人非常建议你尝试，但你或许不会接受。说，你只要代替我成为寻梦者系统的核心，成为最高权限管理员，自然有机会再次尝试拾回散于混沌之中的影全能，就像我之前让你做到的那样。但如此一来，我就会获得自由。而一旦你失败，我的计划便也成功了。啊，你到时千万记得把我设定为新的寻梦者。可如果我成功，那么我就可以在取得完整的影全能的同时，掌控寻梦者系统的所有权限。对我们来说，这或许才是最后一次坦诚相待的机会。一场很公平的赌局，我接受。那就让我在离你最近的地方，亲自见证你的失败吧，寻梦者。上一次你将影钉递给我，是为了让我杀死你。这一次我将影钉拔出，是为了代替你。情况完全倒转了呢。开始吧。你恨我吗？恨我背负了常人难可承受的影，而你要接过这一棒，负担同样的，甚至更重的重量。你会恨利托斯特和白吉吗？利托斯特最早察觉了我的异常，白吉率先从神明手中夺回了人类的可能。是我有愧于他们，所以我只是不甘，不甘于我现在才来到了此处，也不甘于洛星的困境，竟然拖了10亿年才终于看到了解决的希望。取回完整的影全能只是第一步，还有很多很多的事等着寻梦者去做呢。我给予你继承的可能，当然，正如你所说，它绝非唯一的可能。你害怕吗？你有没有想过，即便你赌上一切，也未必能迎来完美的结局。完美究竟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地球的现状已经足够完美了，但地球朋友们直到现在也在为彼时遗留的问题而努力。洛星要写下的并不是完美的结局，而是能够凭借自己的意志写下的结局。遥望它时，我只感到了深深的期待。我欣赏你无惧的意志，这一路辛苦你了。游泳老师，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就在刚刚，一个手心大的拥抱，好像抱住了世界。于时间凝滞之地，百无禁忌之所。一场漫长的冒险，一次史无前例的尝试，尚未画下句点，但从这一刻起，你成功站在了西纳迪亚的身边，也即将面对他曾直面的挑战。怎么最后反倒是你先理解了我？理解？你我都不需要彼此的理解，但我必须承认，是你拾回了蕾耶拉全部全能的事实。10亿年实在太过漫长，漫长到蕾耶拉在那一瞬之内创造的混沌，都可以演变为一团有如星球般庞大的活物，将洛星吞入腹中了。它的本质
是由寻梦者系统亲手哺育的，对于未来长达10亿年的恐惧。哪怕我全数解除了系统对混沌的束缚，它也没有散去，因为它早就不需要系统来稳固了。而我的力量，源自那条守护之路1000年的累积。1000年，又要如何撼动10亿年？身为蕾耶拉的执念，你还真是给我养了个棘手的大麻烦。看来这一次，你已没有尚未澄清的思绪了。我想清楚了，我会深入中烟在遥远过去留下的影子，找到希娜当年握住的希望，中烟的一线。利用这一线，我会尽可能多地争取中烟之力，不断在系统中具现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以彻底征服混沌，直到它能为我所用。因为混沌恐惧未来，而未来本就由纷繁的可能性交织而成。地球人在系统内的奇遇，维塔来自天外的攻击，希娜意料之外的现身，都是不可能的可能。混沌能够被三者击出缺口，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我想，蕾耶拉从不抗拒未来，她只是希望现在向未来迈出的每一步都足够坚实，才选择了不断打磨过去。寻梦者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允许现实中的不可能，就是蕾耶拉一手促成，甚至无比认可的事情。这亦是他在设计系统之初就为未来埋下的种子。当种子成长为参天大树的时候，一个为了应对危机而铸成的临时系统也就不需要了。在时间解冻之后，洛星仍要前进，可你竟把寻梦者系统看成了永恒，试图利用它抓住过去留下的任何痕迹。你按照时间线修补串联破损的善区，利用系统将其紧紧收拢于混沌中心，以免数据之海侵蚀。直到不久之前，你才第一次松开了你紧握善区10亿年的手，却仅是以一出苦肉戏威胁我为希娜献身。诚然，若没有你的作为，仅凭混沌的缓冲与末日之矛的稳固，即便是最为幸运的善区也不可能坚持到今天。但也因为你的作为，这10亿年来，洛星都处在时间凝滞的状态，直到维塔重启寻梦者系统并唤醒了我，一切才开始重新运转。为什么？既然你已决定唤回希纳迪亚，又为什么只是长久遥望着独自运转的地风，沉默了亿万年？倘若大崩坏在寻梦者系统重启瞬间再次爆发，你认为等待洛星的会是什么？只要他想，那毁灭的意志随时都能戳破于海中沉浮的大梦，而你我正是他伟力的亲历者。大崩坏毁去了你与前尘隐士的关联，徒留我一地狼藉的洛星，而我用了10亿年才将其恢复成如今的模样。在他的注视下，我能做的唯有等待，这是保存文明的唯一方法，也是换回希纳迪亚拯救洛星必须付出的代价。你的作为与拉卡达人曾经执行过的渡命计划没有任何区别，可希望是等不来的，它只能被创造。所以我才说，只要活着，便是在与天赌命。只是希纳迪亚赌赢了，而蕾耶拉赌输了，仅此而已。为了避免大梦运转到极限引发的大崩坏，蕾耶拉选择了改造大梦，却不曾想到她的挣扎反而触碰了茧对文明容忍的极限。最终，真正的大崩坏降临了。它带来的余灾，那些可憎的虚数造物也就此开始了他们的工作，将这已然与大梦完成融合的量子计算机，这承载洛星人的新载体，蚕食殆尽。哪怕所有人都陷于含混不清的幻梦，我也不愿他们领受1秒的清醒，随后面对无止、无休、无尽，亦无所不在的绝望。哼，这样的事，由我一人背负就够了，不是吗？
万幸，那只惊心的老鼠强行突破封锁，重启寻梦者系统的举动没有诱使大崩坏再次爆发，寻梦之旅也得以在11年后正式开始，一切都似乎有了希望。然而，你竟偏要在拾回全能后，去做希纳迪亚都没能做到的事。所谓终焉，即为时间，未来只会让我们离原初的恐惧越来越近。逃了这么久，也该回家看看了。这么说不会降低你失败的概率。是啊，但我知道，在月球上，曾经有人做到了以人身成为终焉之律者的奇迹。这个人叫基安娜·卡斯兰娜。我想，正因为他做到了，维塔才会来到洛星，重启寻梦者系统。也正因他做到了，终焉在久远过去留下的影子，才会在11年后的此刻再次回应我，给予我难能可贵的挑战机会。而我会握住它，让洛星的时间再一次动起来。不过，在出发之前，我还要做2件事。其一，和我的朋友克拉丽·赫利亚有关。如今，我已镇压了多数因大清洗而惊起的虚数造物，但仍有少部分遗漏。他们的反应比一般个体敏锐，如今仍在从不同方位进攻交界。我希望你能配合克拉丽与赫利亚，从此处反向肃清遗漏的虚数造物，助他们脱困，并向他们再一次说明我的情况。终焉的影子存在了11年以上，我在其中的一举一动，必将于现在引发巨大的回响。想要追上我所身处的时间，是件危险的事。当我切实握住终焉的一线后，就会利用终焉之力，将覆盖洛星的混沌引入自身，主动创造混沌得以被征服的可能。如同七术利用塑形之仪赋予觉形体，以战胜无相之象那样，我主动牵引混沌，将这一可能演变为现实的过程，也会让我暂时成为他们的敌人。如果他们仍愿意来到我的身边，就请你为他们带路吧。反之，也请你务必将他们带往我为他们开启的逃生通道，使他们平安地复返秀伯利安11号。他们是我的朋友，我尊重朋友做出的所有选择。我就说他是个老实人嘛，真的，怎么能比赫利亚同学还老实呢？寻梦者最该说的一句话难道不是赶紧上号，跟我一起打团？就是，都这个时候了，他怎么还能特意委托你把危险须知再给我们看一遍啊？搞得我们一开始还以为他死了。你再慢几秒解释情况，我的最强一击绝对已经打到你这张脸上了。这样的事，有人已经替你做了。不过，你已经自由了，你未必需要按照寻梦者的吩咐指引我们来到这里。确实，我们寻梦者倒也不会为了这样的事征服你，顶多就是对你印象再差一点。而且不管你来不来，我们最终都会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追上他所在的时间。因为寻梦者帮我找回了一件失物。只是因为这样简单的理由吗？那是与我的存在等重的理由。你恐怕不知道，在大崩坏毁灭性的力量面前，希纳迪亚赠予蕾耶拉的真物，也随着他的死化为了尘埃，而寻梦者手中的伪物，却因他行经的旅途，拥有了媲美真实的光芒。它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希纳迪亚，
倘若赢的人是我想，我还是会选择以坏人的身份一直错下去。谁叫你是一个如此喜欢耍赖，却又如此不愿向命运耍赖的人呢？爱与谎言无法留住这样的你，能留住你的，唯有逆行的时间，唯有为了你而献上的蕾叶拉的一切。因为一旦时间向未来行去，你的死就绝无逆转的可能了。可我输了，这或许也是性格决定命运。无论如何，在失去权限与权能之后，即便仍有执念，我也什么都无法做到了。此时此刻，我本该满腔怨愤，但不知为何，我竟前所未有的平静。是因为这枚失而复得的星之环吗？还是说，其实我自己也早就接受了？是啊，11年，实在太过漫长，漫长到我无法回忆起与你相处的全部，只能抱着执念的原点，抱着希纳蒂亚离去只是虚惊一场的痴梦，修补因时光流逝而消损的希纳蒂亚的形象。我甚至依据这样的形象，对你做了如此过分的事，以期你能在第二次新生中，如蕾叶拉的痴梦那般幸福地活下去。而流逝的时光还让我忘了另一件事，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早在我成为执念之前，你就已经拥有了这样的幸福，还为它取了你认为最好听的名字。希纳迪亚的回光理应交还希纳迪亚，而我留于光中的祝愿想来很快就会应验了。总有一天，我希望像你一样勇敢。我现在好像正身处这一天呢。都这个时候了，比起失败，果然还是在最近处见证寻梦者的成功更有意义。都会开玩笑了，看来被改造的人其实是你啊。这也是我必须接受的事实。作为蕾耶拉的一部分，我愿协助你们抵达寻梦者所处的时间，直到他切实握住中烟的一线，完成律者的羽化。请你们带上我吧，然后在合适的机会将我转交给他。如此一来，我也能了却我的执念。我们明白了。你们看，寻梦者的遗迹就在那里。之前明明看不见的。那么，我们也该追随朋友的脚步，踏上同一片战场了。克拉丽，你好像有点紧张呢。谁叫这个老实人给我们反反复复往一处打预防针嘛？什么有点危险，什么他会暂时成为我们的敌人之类的。稍微有点危险，却又让人摩拳擦掌，这不就是冒险的本意吗？没错。而这一次，冒险的终点也不是需要被打败的坏蛋，是欠一点助力的朋友。唉，总觉得是直奔奖励关了。是啊，那我们出发吧。嗯。
我已经等不及了。终于来打团了，等你们好久了。真正的寻梦者在更遥远的地方呢，想追上他，得想办法接近他留下的余迹。我懂，就算是余迹，咱们也得给他来个大的抱抱。余迹完全不搭理我们呢。毕竟寻梦者本人正忙着找中烟的一线嘛。的余波，于此显现。学的有模有样，你不会还有配音的副业吧？差不多了，做好准备，给他来个他就是从这里深入了中烟的影子。那赫拉，不对，只是附陷于此的恐惧。我是礼貌龙，你能成为我的默契龙吗？小心那些光束，我可不想被鱼给钓了。我怎么就知道会遇见你呢？他早已不足为惧了。路越难走，说明我们离寻梦者越近。小心，那是要捣乱的架势。你猜怎么着？我见过更大的阵仗。虚张声势。没招了吧？该我们了。差不多是最后一关了吧？不够格，最后一关还得留给寻梦者呢。让这家伙退场吧，把我们的主角请出来。就是现在！中烟的一线就在那里。在那做梦人的梦中，被梦见的人醒了。他睁开双眼，于是看见光所梦寻的未来。
我将交还定义存在的权利，使人类持握生命的意义。赫拉利、赫利亚，你们愿意和我一起创造新的可能吗？此刻，便将我看作有形的混沌吧。我也会将你们当作我最为恐惧的存在，殊死抵抗。怎么听出了打假赛的意思？看你想要背水一战包装，还是友好切磋喽。早知道寻梦者这么能打，之前应该我们给你打辅助的。你们已经给了我太多的帮助，就当这是一点回馈吧。哇，这回馈劲儿可真大！可能性会带来怎样的光芒？请把你们已然知晓的答案，借由我之手，传递到洛星的每个角落吧。赫利亚，还好吗？别担心，我只是回到了更具潜力时期的形态，打算用新问题催生新的可能吗？这可难不倒我们。就是这里。同一招对我可没用，要抓紧了。跟上我的速度。这一次我会增加难度，正好让我举一反三。开始吧。波动指针，转动齿轮，打破封锁，重构自由，前进。毫无疑问，这种程度当然挡不住我们。今时此地，请与我一同驯服此世最为庞大之影。这招还挺厉害的，行了吗？要不要我帮你洗一个？科拉利的命名品味，只要他能赢，我就任他取名。用这场酣畅淋漓的战斗给旅程收尾。真是个绝妙的主意！不是酣畅淋漓的战斗，是正义的2打1。不是收尾，是崭新篇章的开幕。从现在起，洛星将取回行向未来的自由。
这是准备上强度了。好啊，那就大闹一场吧！用我们的终极道具，为洛星的新生送上祝福。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这等大事，岂可少了人场？等你们好久了，我现在可是干劲十足啊！前所未有的可能，绝不止我们。就让混沌同学领教一下来自第三行星的热情吧。前路由我开拓。丽塔，差不多了，做好准备。给他来个迎头赶上。遵命，幽兰戴尔大人。能以这种姿态完成合作，也是一种充满惊喜的可能性呢。未来在此萌芽，我们会一同见证这一切。我来啦！牙医姐姐让我哪里亮了点哪里。看招！希望由此绽放，那就一块绽放一下。火力！这下真的是最后了吧？要是混沌同学还不听话，我们也能继续奉陪。好啊，那就陪我到最后吧。时间再度奔流，这样的惊喜还满意吗？愿你们畅行无碍。这么热闹，怎么少得了小 V？克拉丽，一起上！大魔王来喽！去把这个不完美的故事变成我们所期望的样子吧。喂，寻梦者，嘿嘿，谢谢。心呢？你听，我就要开始他的歌唱了。星空见证了文明萌动的初体，时光凝滞的残响。而现在，你要以时序之掠者的身份，向他发出呐喊。洛星仍存在可能。他们在那儿。
来那位不听话的混沌同学已经被老实人同学完全征服啦。我扶除了混沌阻遏未来的部分，不过老实人又是……克莱利就是觉得这样喊挺可爱，想逗逗你。我刚想说点正经事呢，被这么一喊，搞得我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现在说了。一瞬间就换了一套十分华丽的衣服，却依然有着清澈眼神的寻梦者同学，请。我想说，在尝试施会引全能或是握住中烟的一线时，我都看见了 Kiana 的身影。虽然素未谋面，但她总是会在最关键的地方像姐姐一样推我一把呢。Kiana 老师确实很热心肠了。我和克拉丽还没到月球基地的时候，她就开始为我们俩的关系操心了。之后还拉上了牙医老师、Bronia 老师和幽兰戴尔前辈，提前展开了什么化解矛盾大作战。相信我，见过他的人没一个不喜欢他。所以，这里有什么通道直连 Kiana 老师吗？都走到这了，好歹要来点隐藏奖励吧。我也很想找到这样的隐藏奖励，好向他当面表达感谢。可惜这里没有，只有一个相对朴素的好消息。牙医和 Bronia 曾经认为，不断对抗隐灾有助于 Kiana 早日醒来，但我现在可以断言 ，Kiana 的沉睡并非因为落星，而是她主动的选择。简愿意给予我一定的中烟之力，使我掌握时序的全能，完成羽化，也和 Kiana 有关。既然她从未被任何事情限制，你们重逢的那一天，想必很快就会到来，就像……我们不会因此失望。既然 Kiana 老师有自己的计划，我们只需要耐心一点就好。就是，小年糕都能上号代打了，Kiana 老师肯定不会让大家等太久了。克拉丽和莉亚，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混沌在11年中渗入了洛星的每个角落，我们驯服它的过程，也不可避免地牵动了历史的因果。果然还是有副作用吗？就像刚刚经历过圣痕计划重构后的地球那样。是的，所以之后我必须赶在外部世界正常的时间完全涌入洛星之前，重新锚定因果，并利用混沌改造善区。这曾被我们的教科书称作世界炮的世界，而时序的全能只能使我自身行走于因果的下隙，无法让你们伴我同行。在此期间，我们恐怕很难联系上彼此。你说个数吧，虽然没有做好准备，但我会努力活到那个时候。如果我到时听不太清你的声音了，你要记得说大声点。克拉丽，不会这么久了，我希望在2年之内解决。哦，都说3年一道坎，结果咱们还不需要为这道坎操心，就又能碰头啦！嘿嘿，好耶！好耶，太早了吧？那是火星年。对不起，是我没说清，这2年其实是按照你们这边的时间计算的。朋友之间禁止对不起。虽然只是对比出来的感慨，但现在倒是可以勉强好耶一下了。既然没办法同路，那你还不抓紧时间，在这里把未来2年要讲的话一口气讲完？我看你前段时间一直有什么话想对寻梦者说的样子，现在气氛正好，不如趁热打铁。我看你是好奇到终于憋不住要问我了吧？没有的事，我一点也不好奇。算了，我本来也打算说，就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之下说出来。毕竟它只是一场梦，在那个梦里，我刚刚升学，又分到了一个全新的班级。这个班里的所有人都是陌生的面孔，没有一个与我相识的同学。在这样的情况下，迅速认识周围同学并打好关系是优先级最高的选项。但当梦里的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大家都已聊得火热，也容不下2个后知后觉的人了。2个？
另一个是你。我们的视线在一簇簇小火苗中迫切地游走，最后意外撞上了。就这么互相看了几秒，才腼腆又不失尴尬地朝对方笑了笑。等等，不是和我？你哪里会后知后觉啊？你怕不是最先想到这一点，又觉得无所谓，才继续玩你的游戏机了吧？你在梦里就是这样的。啊，补充，现实也是。怎么开始翻旧账了？我那不是还没和你熟起来吗？哼。总之，因为这样的小插曲，梦里的寻梦者和我先成为了朋友。在我为成绩未达预期而烦闷的时候，你会帮我一起复盘，也会温柔地给予我鼓励。而你个性中跳脱的那一面，又时不时会为我平静的生活制造一些小意外。比如你带着我向那位一直玩游戏机、上课也不听讲，但就是能考到全班第一的克拉丽同学搭话什么的。呼，你怎么在梦里也还是考不过我？是，又怎么样了？做梦也不能太脱离实际啊。偶尔也可以放飞一点，就像小色拉写的故事那样，不然不是白做梦了吗？不过我猜，梦里的我做出这件事，一是想帮赫利亚取克拉丽学习的经，二是本身就对克拉丽很好奇。至于最后一个理由，一定是我觉得我们3个人能成为朋友。你瞧，这就是我觉得你最特别的地方。无论发生了什么，你都会先尝试理解，理解问题为何存在，理解为问题所困的人的感受，理解问题的背后是不是藏着第3种可能。而这也恰是寻梦之旅中你所为之事的投射。在我看来，这份因同理心而生的本能，或许比你从简那里得到的全能更珍贵，也更强大，因为它可以改变的不仅是事，更是人。所以，哪怕往后的路不再有我们陪伴，我也一点都不担心你。确实，那毕竟是寻梦者要走的路嘛。你看啊，我习惯找到最短的路，哪怕那意味着要把挡路的墙拆了。而赫利亚会用最扎实的方法找到最标准的道路，但你不喜欢拆墙，也不认为非得走最标准的路，你总是在找赫利亚说的第3种可能，那条既尊重墙的存在，又能带我们领略墙后风景的路。甚至刚才你说要去锚定英国改造善区，说的也是希望2年内解决，仿佛你在赶什么毕业论文的死线那样。谁说不是呢？我要叮嘱你的，其实也就是一件事，别忘了时常照照镜子，夸夸这个会无奈、会笑、会担心我们失望、会老老实实说对不起的自己。要是下次见面，我发现时间让你变成了无趣的大人，哼，我和赫利亚肯定会不计代价地尝试更多办法，直到你重新有趣起来为止。好啊，我会尽快完成一切，然后回来听你们讲这2年里的新故事。那新故事怕是多到只要你开始听，就很难再找到回家的机会了。多在地球待一段时间也好，前提是你们俩不介意我多占一个床位。没关系，我可以和克拉丽将就挤1张床。我的尾巴还不愿意将就着，就在某一天被人摸秃了呢。我也没有这么放肆吧。如果你想要我在寻梦者面前证明你的放肆程度也行，我没意见。现在想想，寻梦之旅从一开始就和地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呢。它始于一场横跨5万年的史诗落幕时，在太阳系掀起的微澜，又因无数人的帮助，得以在这样一方平静的空间内迎来充满希望的新起点。而我希望这段旅途能幸运地拥有你们记忆的一角，它不必被时时想起，也不惧怕遗忘消损，只要在某个瞬间，也许是你们又一次并肩作战，或普通的走在某条路上时，能忽然想起
在很远很远的另一颗星球，曾有这样一段旅途，和一个与你们同行过的人。那这段旅途对我而言，就拥有了超越时间与因果的意义。要求真少啊！要是我们不仅会想起你说的这些，还会想起你用了很复古的搭讪方式朝希娜打了招呼，还逗得她笑个不停呢。难道你们……是啊，在不久之前，我们就能零星想起一些和他有关的事了。我想，这一定和你征服了混沌有关。希娜当初不是说了吗？朋友之间没有正式的合照可说不过去，所以下次见面要记得带上他和松雀哦。我们5个肯定要大拍特拍。顺带一提，那个执念很深的家伙，最后也嘱咐我们给你带句话：倘若另一位希娜迪亚耐得住性子，你会在离屋间见到他。看来，你这边顺利的话，应该很快就能见到希娜了。那就在这里告别吧。不用我再送送你们吗？你留下的逃生通道离这里只有一小段路，我们不会迷路啦。而且，我们总得找个办法关上我们的话匣子。那最后的最后，再一起玩个游戏吧。倒计时结束后，谁也不能回头，回头的人下次见面要请一顿大餐。好啊，我接受挑战。3、2、1。大餐就大餐吧，反正下次见面本来就要庆祝。我就知道你们会回头。